是一部集战争、悬疑、热血、纯爱为一体的番，它是一部能够满足你白毛控的番，它是一部不打码过不了审的番，它就是死囚乐园。这个正在等待法院判决的男生就是我们的男主50岚丸太。五十嵐元太被告を死刑に処する。这上来就给主角发盒饭，到底是因为啥呢？丸太原本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中学生，他有一个无话不说的基友叫山藤，还有一个暗恋的女孩子叫小美，三个人每天都有说有笑，关系贼拉的好。一天他们正上着课，外面传来了一阵声响，丸太向窗外望去，发现了浮在空中的红色男人，结果下一秒悲剧就发生了，红色男人随便比划了2下子，一阵龙卷风就席卷了整个教室。等丸太醒来时，教室已经破败不堪，他刚想询问小美的伤势，但是现在的小美再也说不出话了。红色男人拎着小美的头走向丸太，丸太以为自己也快死了，结果红衣男人把一块水晶打进了他的身体里，他就这样又晕了过去。等丸太再次醒来，警察站在他的床边，因为他是唯一的幸存者，并且只是受了轻伤，所以被怀疑成了凶手。丸太想起红色男人在自己身体里打入了水晶，这个伤口应该足以证明自己也是受害者，但是当他敞开衣服才发现伤口奇迹般的消失了。现在的他百口莫辩，这种大规模的杀戮迅速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丸太也被称为了14岁杀人魔。正当他绝望之际，一个叫玉木的律师找到了他，主动要求帮他辩护，并且承诺会尽全力帮他。丸太感动的是痛哭流涕，结果一开庭，法院直接判了个死刑。人家都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到他这儿更像是反复鞭尸，这到底是造了什么孽了？丸太情绪一激动，挣脱了狱警的束缚。庭审席立马跳上来了2个壮汉，对他拳打脚踢，其中一个就是小美的父亲。明明自己把丸太当亲儿子看，没想到他居然能对小美做出这样的事儿。丸太一直在解释不是自己做的，结果从他口袋里掉出的手机却播放出他坦白罪行的视频。どうせなら中途半端にやるよりガチでクラス全員とかの方が盛り上がるじゃん。这个律师还真是诚实可靠。这里要说一下啊，人家丸太没有多重人格，他就是被人安排了，现在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之后他被拉到了 DW 监狱，又称死囚乐园，这是日本唯一一家民营化监狱收容所，表面上是让死囚工作供人们观光的乐园，其实就是利用死囚互相厮杀吸引金主投资，毕竟动漫里不缺变态嘛。原本丸太是要被拉去执行死刑的，结果玉木制造了一场假事故，造成丸太已死的假象，顺便把他转移到了死囚乐园。这个玉木表面上是个和善的律师，其实是死囚乐园的继任所长，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大变态。他对丸太十分感兴趣，这次拐他来就是为了玩弄他，对，就是玩弄。丸太跟着一批囚犯来到了死囚乐园，看守长真纪奈给他们发放了生活用品，并且讲了很多关于监狱里的知识，总结为一句话，就是这里姐说了算。ここまでで何か質問は？何カップですか？G 的。真纪奈告诉他们，脖子上这个项圈里面有 GPS 和各种安全措施。正要往下说，一个推着小车的犯人撞倒了丸太。这个男人叫小杨，小杨一边道歉一边帮丸太收拾东西。真纪奈却一直让小杨把刚刚偷的东西交出来，没想到小杨一直装傻，真纪奈直接给他来了一刀，并且踩在他的头上，再一次重申了死囚乐园的纪律，这也算是杀鸡儆猴了。之后的日子，丸太被分配干了一些体力活。一天，他正蹲在墙角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儿，鼻子一酸，眼睛一红。此时，一个白毛妹子从天而降，妹子叫小白，一直生活在监狱里，但是并不是犯人。她说：“你想死啊？我帮你啊！”小白看她嘴上说着想死，但是受到攻击还是会躲。そっか、死にたいは嘘だ。ここは死にたくないって言ってるよ。他说自己是丸太小时候的朋友，但是丸太怎么也想不起来。其他狱友看这边有情况，以为丸太在偷懒，带头的男人过来一顿嘲讽，小白就看不得有人欺负丸太，上去就给他来了一脚，结果一个大意被后面的大哥一铁锹干倒在地，小白晕了过去。丸太想去保护，但是他这小身板也就是挨揍的命了。好巧不巧，监狱突然发生爆炸，眼看就要被压死了。丸太想着仇还没报呢，他还不能死，强大的意念召唤了体内的红水晶，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从他的身体里迸发了出来。总算是逃过了一劫，小白也醒了过来。他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和丸太一起去吃点心。
监控前的玉木欣喜若狂，这场爆炸就是他安排的，目的就是想看看丸太有没有成为玩物的价值。看来结果让他十分满意。之后丸太来到医务室包扎，医生提醒他要及时吃糖果，所谓的糖果就是解毒剂，犯人佩戴的项圈里面含有剧毒，如果3天没有吃糖果的话，就会被项圈里的毒毒死。而丸太说他根本没有糖果，病床上的小杨立马答话，可能是我撞你的时候掉了。这话也就丸太信，谁让他亚萨西呢？小杨还告诉他，想要在这个监狱生存下去，就要有 CP， 可不是那个能滴滴的 CP。这里的 CP 呢，相当于货币，有了 CP 才能吃饭消费，甚至可以减刑，包括糖果也是靠 CP 买的。小杨还告诉丸太，下午有场比赛，参加就给红豆面包，第1名还会有10万的 CP。这10万刚好能买1颗糖果。一听到红豆面包，小白很是兴奋，一个劲嚷嚷着要参加。丸太也赶紧去报了名。比赛开始前，丸太在更衣室碰到了小杨，大兄弟被伤成这样还能参加，也是够拼的。不过这也由不得他，毕竟是在完成主人的任务嘛。早在之前，玉木就找过小杨，他用大量的 CP 做报酬，让小杨暗中监视丸太。恰巧小杨急需 CP， 也就答应了下来。至于他要那么多 CP 想干嘛，我们之后再讲。丸太和小杨正在更衣室里唠嗑，一个叫阿四的男人带着他的小弟们走了进来。这个阿四是监狱里的风云人物，他原本是跆拳道的金牌选手，综合格斗家，但是在一次参加综艺节目时，非要找人家女明星要手机号，人家不给，他就直接给人家来了一逼兜，曾经的荣耀就这样毁于一旦。阿四一看龙太是新面孔，就准备拿他下手，上去就是一拳，然后就是小杨。小杨是真的倒霉，到哪里都被打，这次又被人干趴下了。恰巧小白来找丸太，一脚就踩上了阿四。就阿四那狗脾气，怎么可能放过小白？好在真纪奈及时赶来，阿四还是比较忌惮他的，毕竟还是刀比较快嘛。道具结束后，游戏也就开始了。等到了场地，丸太这才傻眼，第1关断头台，就这一关能活下来的都是少数，但是报了名就不能退赛，一旦想偏离赛道逃跑，就会被当场击毙。就这断胳膊断腿的游戏，看台上还有一帮人在欢呼喝彩，丸太只能硬着头皮上了。第2关蹦极彩票，选手要选1根绳子套在身上，选对了就是蹦极，选错了就是跳楼。丸太有点怂，小白走了过来，拿上绳子就推着丸太往下跳，虎还是他虎。好在丸太的绳子是真的，当然这对小白来说都不是事儿。之后的几关丸太都在小白的帮助下顺利完成，直到最后一关大混战。玩法很简单，在规定的时间内，死者之球在谁手上，谁就是最后赢家。但是场上的地板会随时掉落，地板底下是一片真海，掉下去就会变成筛子。挺进决赛圈的有小白、丸太和阿四，这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啊！好在丸太和小白配合默契，但是当球传到小白时，他脚下的地板刚好掉落。阿四的运气也不咋地，连连踩雷，最后掉了下去。比起他，小白还是幸运的，他用脚勾住了木板。等丸太爬过去，才发现小白已经遍体鳞伤。此时被小白勾住的木板突然掉落，丸太这才意识到小白一直在保护自己，为的就是让他赢。最后一刻他没有接球，而是抓住了小白的手。这场游戏没有赢家，虽然没有拿到 CP， 红豆面包还是有的，但只能填填肚子了。已经到了第3天，没有 CP 买糖果，丸太到底会不会领便当？小白到底是何方神圣？死囚乐园还有哪些秘密？想看后续的记得点个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爱你们，